为什么工人下班越早，经济反而更繁荣？按理说，工人多干几个小时，工厂多造点东西，老板也能多赚点钱。1920年代的美国第一次出现一个历史性的变化，就是城里人超过乡下人，城市人口占到了 51.4%， 大量年轻人离开农场、小镇，往纽约、芝加哥、底特律这些工业城市钻。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拎着行李进城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往往首先想的不是去研究哲学，而是到街上逛。而且以前在老家，出门走两步都是熟人，到了大城市，街上没几个认识你，这不得释放一下自我？于是彼时，美国大量在工业中心工作的年轻人远离父母和童年朋友，公共舞厅几乎成了他们少数能获得社交娱乐的地方。可刚进城那几年，孤独还不是最大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，彼时美国的工人连孤独的时间都没多少。20世纪初，美国很多工业岗位工时普遍长达恐怖的10个小时，而钢铁厂是尤为夸张。1922年，美国部分高炉工人一周甚至要干72小时以上。直到1923年，许多钢厂才开始把原来的12小时2班制改成8小时3班制。12小时是什么概念？这放在今天都是难以想象。这等于早上进厂，一下班就要躺下，基本没什么夜生活可言。可8小时就不一样了，突然多出来的4个小时，可以见朋友，可以看电影，可以跳舞，可以谈恋爱。到了1926年，福特汽车更进一步推动了5天工作周。他甚至公开说，闲暇有工业价值，因为人得有时间才能消费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。于是彼时美国各大工业区周边出现了大量的娱乐服务业，因为年轻人一旦有了时间，根本摁不住那颗燥热的心。首先秀出商机的是电车公司，平时工人坐车上下班，车厢挤得满满当当，可一到周末，人不进厂了，电车也跟着失业。轨道都修好了，总不能星期天摆着晒太阳。于是，一些电车公司想了个办法：你不来坐车，我就造个地方让你非来不可。他们在线路终点修野餐地、音乐亭、舞厅，后来又加旋转木马、餐馆和各种游乐设施，慢慢的就被修成了电车公园。周一到周五送你去挣钱，到了周末再送你去花钱。商家从这时候才开始真正意识到，工人下班以后去哪不一定只能等他自己想，你要给他想好。可游乐园只适合周末，工作日晚上的工人没那么多时间，但工作日商家也是要赚钱的。于是另一种生意火了，那就是5美分电影院。这类电影院当时的节目每次其实只有15分钟左右，而这在当时非常火爆。工人下班回家路上顺手钻进去，进去的时候还是钢铁工人，灯一黑，屏幕上已经是别人的城市、别人的故事、别人的人生。美国的电影院到了1927年已经达到2万多家，每周约5700万人次进入电影院，到1929年已经达到约8000万人次。当时全世界大约5万家，美国一家就占了几乎一半。但电影院只是看看别人的故事，要开展自己的故事，就要去舞厅、去酒馆。这个时期也催生大量歌舞杂耍、廉价餐馆、棒球场、拳击馆，于是围绕着各大工业区，也养活了大量的娱乐服务业。这些年轻人天天混在一起，很快就不满足于只是看看电影、跳跳舞，他们开始研究我们这一代能不能跟爸妈活得不一样。于是1920年代，美国冒出了一大群精神小伙、精神小妹，女孩剪短发，穿西式裙装，跳查尔斯顿，还发明一堆年轻人才听得懂的黑话。而这些女孩后来也被称为摩登女郎，当时报纸甚至专门研究她们穿什么、说什么。国会图书馆把这种现象直接称为席卷美国的摩登女郎热潮。而男生呢，就开始学着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模仿电影明星瓦伦蒂诺。有人穿花哨衬衫追赶潮流。这些年轻人基本是城里赚钱，城里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一个年轻人在工厂里可能只是几百号工人中的一个，大家重复着一样的动作，可到了晚上，他能靠衣服、舞蹈、朋友和喜欢的明星告诉别人，我很不一样。于是美国早期的青年文化就这么一点点长出来，而彼时美国的商家很快就在其中嗅到了商机。摩登女郎原本只是想别跟上一代穿的一样，结果没几年，电影开始拍，杂志开始画，服装店开始卖，广告也跟着用。短发、短裙、查尔斯顿这些形象很快被漫画、杂志封面反复复制，变成全国都认得的青年符号。于是商业开发又往前走了一步，最开始他卖你一个晚上去哪玩，后来卖你电影、舞会和比赛，现在连怎么玩、穿什么、看起来像哪一类人都开始有完整套餐。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时代 BGM 就是爵士舞曲，其中最具代表的一首就是 The Charleston。 这个时代的美国年轻人是第一次大规模离开父母进入城市，拥有工资，拥有晚上，拥有同龄人的世界。而商人则是你想与众不同，我就给你提供与众不同的服务。